这位颇有拉斐尔前派风格，像一尊哥特肖像的美女，名叫珍妮·赫布特尼。珍妮温柔贤淑，善解人意，简直就是女神的化身。但是她居然看上了一位愤世嫉俗、邋遢潦倒、不务正业的画家。这位画家就是大名鼎鼎的亚美迪欧·莫迪利亚尼。这两位格格不入的人为何会相爱在一起？最后又为何会死在一起？1906年，22岁的莫迪利亚尼来到巴黎发展，试图在鱼贯人群中寻找自己的容身之处。他有一个外号叫 Dedo， 人们也会亲切地称呼他莫迪。1917年，莫迪在巴黎举办了一生中唯一一次的个展，展示了由朋友和经销商利奥波德·兹博罗夫斯基委托的30幅素描和绘画作品，当中包括一批大尺度的裸女系列画作，公开挑战着公众的道德尺度，使得画廊的橱窗外被好色之徒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最终，警察以妨碍风化的罪名勒令终止画展。在这批大尺度的画作中，其中一幅裸体画的模特正是珍妮。1898年，珍妮出生于法国塞纳马恩省的莫城，她的家庭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珍妮和莫迪的相识要归功于俄罗斯雕塑家查纳奥尔洛夫，使他将19岁的艺术学生珍妮介绍给了莫迪。他们这类艺术家很需要模特来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也知道如何利用学院的年轻模特来为他们服务。在成为莫迪的模特之后，珍妮很快就与这位浪荡才子堕入爱河。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画展震惊了珍妮保守的父母，但是为了爱情，她选择与家人决裂，与莫迪过起了同居生活。与放荡不羁、粗暴好斗的莫迪相比，珍妮温柔贤淑，安静而细腻。年龄差距、社会阶层和宗教信仰这些巨大的隔阂，在这对恋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珍妮是莫迪的模特、爱人和女神，是他艺术的灵感源泉，成为了莫迪创作的中心。但是，女神也有被贬为凡人的时候。当莫迪情绪失控，他会以暴力来降服他，来发泄艺术家那该死的脾气。虽然这姑娘除了美貌没什么别的能耐，但她拥有一种叫温柔的超能力，这让她能够将这种顺从逐渐发展成极端的恍惚和麻木，任由莫迪肆意的掌控。莫迪再怎么糜烂颓废，珍妮依然对他不离不弃。渣男能够有这种爱人，实在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早期莫迪画中的女神珍妮是端庄而典雅的，在画中她是如此动人心弦，对生活、对爱情的憧憬与向往显而易见。然后珍妮怀孕了，渐渐的女神变成了黄脸婆，画中的她开始变形，往一个畸形的方向发展。疲倦的眼袋，有眼无珠的漠视，枯燥乏味的表情。在柴米油盐的压力下，鲜肉已经变成了腊肉。莫迪开始在画中透露对爱情、家庭与理想的厌倦。体弱多病，再加上才华不被认可，莫迪酗酒吸毒的陋习日益严重。珍妮一直逆来顺受，细心照顾他虚弱不堪的身躯。她总是能够抚慰莫迪，愿意牺牲自己，把自己融入莫迪的生活轨迹，这样才能完全征服这头野兽。不过，与魔共舞的几年下来，珍妮彻底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莫迪最大的骨气在于，他拥有连毕卡索都妒忌的才华，
但是他情愿把自己穷成乞丐，都不愿委屈自己去解决生计问题。他认为毕卡索创新的立体主义破坏了形式，这些只不过是剪剪贴贴的形式主义，属于咖啡馆墙上的小点缀罢了。莫迪一直坚持保留着古典主义的美感，专心研究他的肖像画。莫迪画的人像畸形生硬，那是他从非洲雕像中简化了形式和变形演变出来的一种特征。锥圆形的头，小而空的眼睛，人物的畸形源自于描绘一种面具式的脸孔，过分拉长的鼻子，极小的嘴和浑圆垂直的脖子。很明显的，当年他沉迷雕塑，对他后来的绘画带来显而易见的影响。莫迪的肖像丑就丑在人物的扭曲变形，但这恰好让他在变形后有回甘，越品越有味道。他创造的美与丑可以说只是一线之遥。他的大部分人像都没有眼珠。按理说，最能展现内心世界的是人的双眼，但都被他一笔带过。莫迪像古希腊雕刻家那样将双眼涂以单一颜色，因为他将对外的凝视转为向内，所追求的既非现实也非虚幻，而是一种潜意识。他认为这是一种源自人类本能的秘密。莫迪身上有着某种隐晦的、不合常理的、复杂的东西，可以是唯美文雅，也可以是脆弱无助，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高贵。他们都是莫迪孤傲一生的证明。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他生命的最后5年里完成。但是管他是什么才华洋溢的浪荡才子，他的画就是无人问津。朋友介绍他为杂志画插图，他拒绝。几次艺术赞助人给他机会，也起不了多大帮助。上帝让人灭亡，必先令其疯狂。莫迪处于愤怒或沮丧时，会把画随意送人，用来付房租和账单，或换取食物充饥。如果没有人要他的作品，他情愿将它们摧毁或扔入河里，再配上一口烟和一瓶烈酒，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地感叹全世界的人都是不识货的笨蛋。1918年，莫迪和怀有身孕的珍妮移居法国南部的尼斯。之后，珍妮生下了一个女儿，他们也给她取名叫珍妮。次年，珍妮又怀上了2胎。好家伙，大哥，请问您不是身体虚弱吗？结果他们搬回了巴黎。莫迪的健康持续恶化，多年的波西米亚生活腐蚀了他的身体。他憎恨疗养院，也从来不肯接受正规的治疗来医治肺病，还经常做一些作死的行为，比如在大冬天故意不穿外套来证明自己的强壮。越是痛苦，他越是通过酒精和大麻来为自己续命。不过，艺术家传记中有解释，他习惯性的药物滥用其实是为了试图掩盖他的肺结核，来避免麻烦。因为在当时，肺结核是无药可治的，而且具有高度传染性，是法国的主要死因。所以当时的法国社会可以容忍醉酒，反倒是传染病携带者不可以被接受。1920年，在几天没有他的消息后，一位邻居前来检查莫迪这一家，发现虚弱的莫迪躺在床上，已经神志不清。当时珍妮就坐在旁边，紧紧地抱着他，六神无主地忘了呼叫医生。莫迪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一直忍受着贫困和饥饿。后来被送入医院，已经为时已晚。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5岁。就在莫迪死去的2天后，怀着9个月身孕的珍妮，从5楼的公寓窗户一跃而下，带着肚子里的宝宝一起追随爱人去了。莫迪被安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
而珍妮的家人把珍妮的死归咎于莫迪，将他葬于巴纽公墓，两人两目相隔。直到10年后，珍妮的家人才愿意放下仇恨，允许他的遗体搬到莫迪的墓旁，一家3口终于可以一起长眠。看到这里，你心中的莫迪和珍妮是一个怎么样的形态？茨威格在与魔鬼做斗争中，用魔鬼性区分过2类人，一类是像歌德那样稳重矜持地压抑自己的欲望，规矩而理性，做个俗世生活的满分选手；另一类像尼采那样，被魔鬼这种存在于我们体内的酵母发酵了所有危险过度和自我毁灭的东西，不惜折损了自己单薄的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纯粹的自由中。这类人始终享有一个独特的乌托邦精神，即使身处于混乱与危险，创造性也永远位列于一切价值之上。同时代的人不会理解他们，称他们为疯子。我想莫迪和珍妮完整地保留了他们心中的魔鬼，不断地滋养他，直到这个魔鬼完全地将他们吞噬。莫迪用短暂一生创造他认为最美丽的艺术遗产，加上与珍妮的凄美爱情故事的加持，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艺术世界的传奇人物，还有让资本家充值信仰的财富密码。说到财富，因为莫迪的作品价格飙涨，推动了伪造市场的野蛮生长。1984年，有谣言指莫迪的3个雕像当年被他扔入 Livorno 的一条运河里，结果消息传开，意大利政府火速前去打捞。整个世界的媒体将镜头集中在这个小镇上，人们急切地希望这些石头就是当年被莫迪抛弃的真迹。结果最终奇迹没有发生，闹剧倒是真实上演。3位学生出面承认是他们精心策划的儿戏，让人哭笑不得。还有在2018年，在热雅纳的一次展览中，查获了20个莫迪的仿真作品，相信这些赝品都只是沧海一粟，其他的仿品也许早已经鱼目混珠在艺术市场。后莫迪时代，他稀缺的画作一直受到追捧。如今莫迪的画美不美已经不是重点，有钱人愿意花几个亿来购买一幅他的画，是真心喜欢还是洗钱的标准作业流程，大家可以自行评估。但是无论现在莫迪是多么的成功，如果当年没有女神珍妮的爱与照顾，莫迪很可能什么都不是。感谢您耐心观看，我是 Johnny， 我们后会有期。